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3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8.57， 收盘价是 178.79，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是在 182.67， 最低价是在 175.38。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各条均线值，并且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日的成交量是 7773.38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4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下行走势开始减弱。MACD 我们会看到目前双线是继续纠结，然后在零轴的下方继续出现微小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短期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并且这个趋势也是在减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变盘信号 K 线组合之后的横盘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开盘之后出现了大幅的震荡，然后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收盘价的上方。那我们会看到在盘中，也就是上方在182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那182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这个母子怀抱变盘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也就是这个位置。那股价到达这个位置遇到压力而出现了回撤。对，那最后呢是收了一根含有长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并且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出现这样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说在股价在当日盘内是上方有压力，下方有支撑。那上影线略长，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大的成交量呢，应该是有获利出场。对，那最后收盘价还是收在开盘价的附近，但是呢，这个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对，那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对于日后股价的走势仍然是要选择突破。那突破的目标上方依然是182，下方是173。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连续几个交易日股价是在各条均线值上方，然后又回到各均线值的下方，然后又重新站上它，也就是目前股价一直是在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和最低之间一直在震荡。对，所以最后我们说突破呢，还是要突破它的最高和最低，才能够判定日后股价的一个走势。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79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174.5附近。实际在5月30日收盘价是在178.79，出现了反弹。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在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接近的，性质也相同。对，那么我们刚刚说从 K 线信息解读，
那么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呢，说明上方是有压力，有获利出场，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5月3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72，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我们说一个比较强的支撑就是当然除了各条均线值以外，就是这根十字线的最低是175。当然还有一个最强的支撑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173。对，好，那么如果172被跌破，第二个目标就是168，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9。好，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目标也不变，依然第一个目标是187。然后在到达它之前，目前这根十字线的最高，还有这根红 K 的最高182，将是一个强压力。好，那187如果被站上，将会继续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99、200关口，那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压力。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06。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在5月31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也就是在5月30日我们要关注176，也就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如果股价能够一直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实际是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在5月31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177。177它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先上移这条水平线到177。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就是在出现这样一根带量的十字线而且上影线是略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在5月31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继续维持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也就是在177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上行，或至少会出现横盘。对，但是如果股价回到了5日均线值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极有可能会收低，甚至会出现一根实体中红或者实体长红 K 线，对，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好，那这是我们关注177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在5月30日收盘价是在178.79，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各均线值，也站上了前一日 K 线最高，成交量增。通常这是进场做多的一个进场点，但是呢，从目前股价的一个趋势来看，那股价现在回档之后一直没有站上前高，并且呢又出现了一个变盘的 K 线组合，所以在这个位置也就是178.79收盘价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建议进场做多的。那至少我们要等股价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也就是182，或者突破187之后，我们才可以根据 K 线的信息来做出这个是否进场的一个决定。对，所以在5月30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我们不建议进场做多或者是抢反弹。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过，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182，还有上方的187。那他们的目标就是172和下方的168。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5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是从177一直到179。实际上我们说177是低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的。这个区域我们说它既是压力位也是支撑位。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它一定是一个压力，但是如果出现高开盘呢，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支撑。对，所以我们177到179既是压力位也是支撑位。好，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182，第三个压力位187，第四个压力位就是199。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我们给出一个点位，就是177，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是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支撑是175，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第三个支撑是173到172。第四个支撑是16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今天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我们认为股价会在5月31日会出现横盘，或者是出现下跌。对，我们把它合并到一个走势上来说。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1，下方最低会到达177，然后收盘会收在178附近，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这样的第一个走势呢是会出现横盘。对，但是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173，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74，也就是同样的走势。如果最低价到达173，会收在174附近。好，那这两个走势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或者是下行。好，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或者也可以称叫横盘向上。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上方最高会到达185，也就是会出现新高，然后呢收盘价会收在181附近。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生成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